大家好，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我是易彩，和你一起了解生活，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不管多少岁，精致女人必看3大配色技巧加2原则，打造不老神话。希望你喜欢，订阅支持。美是女人永恒的向往，无论时代如何更迭，对美的追求始终不变。在众多美的表达方式中，精致显得格外突出。它不仅体现在生活的细微之处，更是一种对自我的珍视和热爱。即便岁月流逝，仍有些女人期望自己能保持那份精致与优雅。要实现精致，衣着的搭配是关键。色彩作为服装的核心，直接塑造了我们的外观形象。不同的色彩能引发不同的视觉效果，进而影响我们的心情和气质。在众多时尚解说当中，也都一再强调颜色的重要性，因为色彩能在第一眼就给人带来直观感受。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面对皱纹、白发，就越能感知到年轻与否、时不时髦、气质不气质，都与颜色息息相关。比如以往我们觉得显瘦、高级且万能的黑色，实际上对中年女性并不友好。显高级只是少数，大多数人呈现出的都是老气和邋遢的一面。黑色高级还是老气，取决于这4点。第一点，肤色白皙还是暗沉。对于我们大多数亚洲女性来说，天生有着偏黄或偏暗的肤色，而随着岁月流转，步入中年，能保持肌肤如雪般白皙的更是凤毛麟角。然而，黑色的神秘与优雅，恰恰在于它与肤色之间所形成的独特对比。对于那些肤色白皙的女性而言，黑色的衣服可以和皮肤完美映衬，让肤色显得更加明亮，散发出一种迷人的光泽。而对于肤色较深的女性，黑色则与她们融为一体，就成了背景板，显得土气无精打采。穿搭有个原则，肤黑1度，颜色浅1分。所以如果你也是皮肤偏黄黑的女人，颜色最好选择浅色调的，除了白色、米色、莫兰迪色也是不错的。第二点，脸部有无气色。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下降和胶原蛋白的流失，肌肤松弛，毛发稀疏，唇色变淡，会让我们看上去气色不足。此时若是选择深沉的黑色，会显得我们面部更加暗淡。即便是气质上佳的吴彦姝奶奶，穿着一身黑的服装也难免沧桑。其实不难理解，黑色对光有吸收作用，当离面部比较近的都为黑色时，整个面部的光被吸收了，那呈现出来的自然就是黑暗沉的一面。我们可以用过渡色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到了中年这个阶段，选择自带反光的浅色系能让我们的面部肤色看上去更加透亮，或者是懂得利用颜色来过渡。比如说在冬天的时候，选择一些亮色系的围巾、帽子，保暖又时髦。第3点，一身黑还是局部黑。黑色显瘦想必我们都听过，到了中年这个阶段，很多人也都会想用黑色来遮掩发福的身形。但这个时候千万要注意，务必远离一身黑，不仅起不到显瘦效果，还会因为大面积的黑而显得邋遢没气质。穿黑色要有对比感，对于黑色穿搭一定要穿出对比感来，因为它的高级需要映衬。对比看一下一身黑的穿搭和黑白配的组合，是不是有明显对比感的搭配可以让黑色看上去更加简洁高级。所以我们在搭配的时候，不妨尝试着用白色、红色、蓝色等这些与黑色有强烈对比感的色彩。第4点，黑色高级还是土气和款式有关。最后黑色是高级还是廉价，其实和款式也有关系。比如说黑色小脚裤和烟管裤的对比，修身的小脚裤会将腿粗腿不直完全暴露出来，再怎么打扮也会显得美中不足。对比之下，
款式利落、修饰效果强的烟管裤显得腿很直溜纤细，美感很强。款式利落才显高级，所以我们在选择黑色服装时，要考虑它的款式，尽量以简约利落款式为主，像大衣、烟管裤、西装阔腿裤、H 版型的羽绒服等，能够穿出更好的气质来。2. 会选择才更美。有以下3个选色技巧，帮你选出适合自己的色彩。1. 提亮肤色且与肤色有对比感。对于中老年女性来说，在颜色选择上一定要避免与肤色一致的颜色。除了黑色之外，卡其色一类的颜色也很容易导致面部没有气色。日常当中不妨尝试一些清浅明亮的颜色，比如说玫红色、蓝色，能让肤色看上去更加透亮。不过要注意的是，对于这些明亮的颜色，款式上一定要简约，太过复杂反而会失去颜色的美。好比争议性比较大的粉色，对于中老年女性，并不说是不能穿粉色，而是粉色若是再加上少女感设计，会显得很稚嫩，与年龄严重不符，所以才会产生扮嫩感。但若是你选择的款式是简约大方的，即便是粉色也能穿出成熟美。2. 根据肤色冷暖选择适配颜色。想要找到适配的颜色，可以根据肤色的冷暖来选择。比较简单的做法就是在白纸下或通过戴金银首饰测试肤色。如果你的皮肤呈黄色或者适合佩戴金饰，就为暖肤色；如果是看不太出明显对比，或带银色会更显白，就为冷色调。对于暖色调的女人来说，选择黄色、红色调为主的暖色系会让肌肤得到改善。比如说红色，选择酒红色、灰粉色等，可以让人看上去更加温婉有气质。冷色调的女人尝试蓝色、绿色、紫色等冷色系，在色彩的映衬下，能让肌肤变得更加透亮有光泽感。当然，色调的选择并不是绝对的，如果是不适合自己肤色的话，那么将彩色放在远离脸部的位置，偶尔的尝试一下与肤色冷暖不同的色系，能让穿搭变得更有趣。3. 饱和度减1。当然，对于色彩的选择，我们也不得不控制颜色的明暗度。很多色彩因为颜色的明暗都不同，对于肤色的友好程度也不一样。就比如说黄色，明亮鲜艳的黄色，更适合肤色白皙的女人，穿上去有种1+1大于2的效果。而若是肤色偏黄或者暗沉的女性，选择姜黄色会更加适配。那对于大多数亚洲女性来说，其实我们更偏向于选择姜黄色这类颜色饱和度低的，与肤色有对比度，但是不会那么强。同样的，还有偏灰的莫兰迪色，像浅紫色、中性蓝、灰绿色等，肤色提亮效果很好。色彩的搭配有3个技巧。1. 全身颜色不能超过3个。在色彩搭配当中，最基础的原则就是全身不超过3种颜色。尤其是当我们身穿有明亮色系的颜色时，其他服装最好都选择基础色系，这样的话可以保持颜色的纯粹，显得气质更好。在秋冬季的话，我们可以用白色裤子来搭配，无论是基础色还是选颜色，能够显得轻盈且质感非常好。但全身不超过3种颜色，其实更多的针对于明亮色系，但日常穿搭当中对于大地色系和基础色其实要求并没有那么多，只需要保持整体色彩的一致性就足够了。2. 色彩呼应才是最好的选择。在色彩的搭配当中，其实很多细节方面的可以展现出我们的审美品味，比如说选择单品与单品之间色彩呼应，整体颜色保持一致性，通过颜色的深浅不一或者材质的不同，可以让穿搭更有层次感，也更耐看和美观。这种穿搭方式不局限于服装之间，同样也可以用在服装与鞋子或者配饰上面。
而且这种大面积和小面积的呼应点缀，在日常当中其实更能被广泛运用，也是不容易出错的时髦方式。3. 把控好亮色的占比面积。最后就是对于色彩的运用，我们还需要把控好色彩的占比面积。尤其是对于鲜颜色来说，如果全身都是比较鲜艳明亮的色彩，搭配出来的效果其实很难评价。因为如果审美品味好或者是个人气质好的话，穿出来会比较出彩，但大部分人穿出来的效果可能就是如右图所示。所以对于鲜艳的色彩，我们最好是利用基础色来进行搭配，减少新颜色的面积，可以让整体搭配更加协调和谐。像红色、蓝色与灰色服装搭配，吸睛的同时不会显得非常杂乱。除此之外，还需要掌握2种搭配原则，分别为主辅原则加减法原则。1. 主辅原则。日常生活中，我们在做菜时候会将主食材、辅材，其实将这个道理应用到穿衣搭配上，同样适用，主辅缺一不可，相辅相成的作用。主辅色原则，颜色分主次，主要颜色、次要颜色，我们可以通过强调主色调、弱化次色调的方式来转移别人的注意力。一是强调上衣的主色调，图上的这3套都是强调上衣，弱化裤子的上主下辅搭配方式。在搭配方式中，黑白灰还有最为常见的牛仔裤都可以作为辅助颜色，而红色格纹的衣服可以作为主色调，因为别人第一眼看到的一定是不同的那一部分。2是弱化主辅色同色系搭配。在穿衣技巧中，最讲究颜色的搭配，颜色搭配是否合理，直接影响到整体的美观度。如果你也喜欢亮色系，可以考虑选择近4色搭配法，从整体很和谐，融入感强，且层次鲜明，不会过于单调。例如上面这3种典型的搭配方式，第一套是辅色调浅灰色针织衫搭配主色调白色裤子，第2套是主色调白衬衫搭配辅色调灰色半身裙，第3套是主色调米色针织衫搭配辅色调灰色外套搭配辅色调卡其色阔腿裤。3是深色系搭配，想要穿的年轻一些，深色系的衣服最好与对比度大一点的衣服搭配，避免过深，没有层次感。比如第一种搭配方式中，黑色的半高领针织衫为主色调，配上深咖色的半身裙作为辅助。2. 加减法原则。在生活中，我们要学会断舍离，在穿衣搭配的理念中同样如此。减法原则，学会让极简主义风格提升你的穿衣品味。加法原则，通过帽子、丝巾、饰品、香包等搭配出高雅的风格。1. 拒绝叠穿，化繁为简，不要为了追求时尚而过多的尝试层层叠叠的穿搭，让你看起来很臃肿，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减龄显年轻了。年纪越大，越喜欢简简单单的款式，一件灰色的毛衣搭配黑色的休闲裤，如果天气冷一些的话，可以搭配一件棕色的呢子外套，白色的雪纺衫配黑色半身裙，简简单单的黑白配，或者是一件针织开衫配上休闲裤，这些都是比较简单的基础搭配，很容易驾驭。2. 巧用装饰物。巧用一些装饰物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很多人都了解三木妈妈，在她很多出镜的照片中都能看到帽子、贝雷帽、小圆帽，虽然不是整个搭配中的主角，却能起到相当重要的效果。总的来说，到了中年，面对皱纹和白发，浅色调的服装更能提亮肤色和提升气质，离面部较近的服装多用米色、蓝色等。而对于喜欢但对肤色不友好的，比如黑色、卡其色等，则选择裤装或裙装更好，当然也要注意好搭配。因此，学会色彩搭配，
是每个追求精致的女人必修的一门课程。接下来，不如跟着她们学习一下色彩搭配，让自己更加精致好看。1. 经典黑白灰，打造低调中的精致感。说到色彩搭配，那么最经典的当然就是我们的黑白灰，它们作为基础色，既能够凸显出高级感，又能够适用于各种场合。比如像下图的这张夫妻街拍图，图中的女人的穿搭就让我深深感受到了黑加灰的经典魅力。她上半身是以一件黑色上衣为打底，叠穿上灰色的短款西装外套，外套腰间还做了收腰设计，不仅突出了身材曲线，还增加了时尚感。下半身搭配的是一条黑色的半身长裙，以及黑色打底裤和小黑皮鞋，整个造型简洁而不失优雅，配上各种黑色的饰品，手提包、颈饰、耳饰等，只用黑色和灰色这两个配色，就足以让她在人群中脱颖而出。又或者再来看看这张图里的博主，她以一件黑色毛衣叠穿白色 T 恤作为打底，在外套上一件黑色的大衣，简约又大气，下半身露出了灰色的烟管裤以及一双黑色的平底鞋，低调又给人一种时尚感。这种经典的配色不仅让它看起来更加减龄，还散发出一种优雅精致的气质。2. 米色搭配黑色，打破沉闷。米色让人觉得比较淡雅，而且当米色与黑色相遇之后，米色还可以减弱黑色带来的沉闷感。那么米色与黑色相搭之后，对于中年女人而言，也是十分符合这个年龄阶段了，而且穿搭起来也会让人感觉到非常优雅，又时尚感十足。可以穿米色西服搭配黑色长裤，及干练又很端庄。3. 天蓝色搭配天蓝色，减龄青春。一般来讲，天蓝色往往给人感觉十分清新悠然，而且中年女人穿搭上也挺相宜了。通常喜欢穿天蓝色服饰的女人，她们的性格都比较的活泼，而且也很爽朗，心态也会很好了。那么如果天蓝色跟天蓝色相组合在一起的话，同色系的搭配也会让人觉得十分的高级，而且也很有格调了。比如中年女人可以选用穿上一件天蓝色西装，搭配天蓝色西裤，既减龄又十分青春。4. 酒红色搭配灰色，典雅吸睛。对于酒红色这个颜色比较的绚丽，而且它也很显女人的气质了。那么对于灰色来讲，它总是让人觉得十分的低调，但是又让人觉得格外的吸引人。如果灰色与酒红色搭配在一起的话，也是会彰显得非常的典雅，又很吸睛了。比如我们可以选择穿上一件灰色毛衣，下半身搭配一条酒红色半身裙，凸显得不仅高贵，也很好看了。又或是也可以穿酒红色毛衣搭配灰色裤装，整体穿搭也是非常时髦，也很洋气。5. 卡其色搭配蓝色，知性高雅。像卡其色，关于它的搭配不仅十分的百搭，而且给人感觉也很知性了。然而针对蓝色而言，这种颜色不仅让人觉得非常的纯净，而且又充满着活力。那么当蓝色与卡其色这两种颜色搭配在一块的话，也是令人眼前一亮了，非常的亮丽，也非常高雅。比如在秋季里，可以身穿一件蓝色上衣，下身搭配一条卡其色阔腿裤，极稳重又很有女人味道。当然也可以穿卡其色风衣搭配蓝色长裤，凸显得大方又迷人。6. 棕色搭配绿色，潮流又雅致。大地色系中的棕色一般给人一种简朴又自然的感觉，而且这个颜色也是十分的沉稳温暖。针对绿色，它总是让人觉得朝气蓬勃，并且这种色彩在大自然中也是比较常见了。当绿色与棕色相碰撞在一起的时候，不仅不会让人觉得有一种冲突之感，相反还会给人感觉极浪漫。
同时又是那么的与众不同了。我们可以选择穿绿色毛衣搭配棕色长裤，整个穿搭十分潮流，但又挺雅致。7. 驼色搭配米色，独特简约好驾驭。驼色是一种比较温柔的颜色，而且它还会让人觉得很大气，同时它也是秋季里不可缺少的一种色彩。而米色内敛又含蓄，也是十分的养眼。当米色搭配上驼色之后，也是让人觉得别有一番风味了。对于中年女人而言也是比较好驾驭。我们可以采用穿上一件米色的上衣，而下身则可以挑选一条驼色直筒裤，其穿搭既独特又十分简约。当然也可以穿驼色大衣搭配米色长裤，展现的也是很高端，上档次了。8. 咖啡色搭配深蓝色，庄重又深邃。咖啡色属于暖色调，而这种色彩庄重又比较朴素，如果秋季选择它，也会给大家带来一种别样之美。不过对于深蓝色而言，这个色彩它会让人觉得有一种深邃之感，如果深蓝色与咖啡色相搭配，其效果也是十分的不错，而且也不张扬。比如我们可以穿深蓝色外套搭配咖啡色裤子，显得清雅又婉约。不过果穿上咖啡色大衣搭配深蓝色长裤，也会凸显得风情万种了。9. 粉色搭配白色，浪漫又温柔。这个秋天，为什么建议大家穿粉色上衣？清冷萧瑟的环境中，一抹粉色带来浪漫温情。秋天总带着寒意，街头人群多穿冷色服饰，硬挺的风衣西服显得犀利。女性天生温柔，愿为世界增添暖意。粉色上衣带来独特柔情，让世界更加亲和美好。高亮粉色让穿搭更时尚出众，既温暖环境又提升个人魅力。秋天粉色上衣如生活小惊喜，增添穿搭趣味。50-60岁女性可选粉色针织衫，叠搭风衣既时髦显白，又满足内心的小愿望，不显张扬。上面的第2张图就很有日常穿搭的借鉴意义。粉色大衣搭配浅驼色毛衣和白色直筒裤和白色皮鞋，再加上一件棕色小格纹围巾，整套穿搭给人一种浪漫的气息，没有强行扮嫩的感觉，时尚又大方。对于在秋季里还不太了解如何配色的姐妹，这里建议其实也是可以尝试一下以上这些配色方法。当然，如果大家还有别的一些看法的话，也可以在此畅所欲言，相互交流意见了。好了，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或者看后有所醒悟，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欢迎留言和投稿，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遇见更好的自己。我们下期节目见。